眼前这辆生了锈的哈德逊卡车，曾经却获得过销量榜排行第一，被很多人买来做出租车使用。而现如今，这台车已经过去了80多年，车子已经变得破烂不堪，到处都有腐烂的痕迹，早应该被扔到垃圾场进行报废了。可迪安·霍克却一直不舍得，这辆车陪伴了他很多年，也是哈德逊卡车的忠实粉丝，所以他就找到了马丁来帮忙。马丁先让员工们把车子拆解，把所有零件都拿去工厂喷砂，而自己却来到了工作室，准备给迪安·霍克重新设计一下车子，使原始的方形的车厢变成带有弧线的车檐，并且要给车子重新制作一个挡泥板，让车子能更加的富有美感。虽然看着改动的不是很多，但是细节加上去后会让人眼前一亮。而这时车厂内的员工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对车子做了钣金处理，将之前凹陷的板面都修复平整，而且还在里面增加了一些现代的元素，给这台车子加装了电动车窗，这是车主要求的。你别看就是个电动车窗，要真正安装起来还是很麻烦的，因为电动车窗就不是为这样的车设计的。马丁团队为此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，等这部分被处理好后，他们就开始制作后挡泥板。马丁先用钢丝弯了一个弧形，然后拿到车上进行比对，得到了相应的数据后，马丁就在上面焊接了一个挡泥板的框架，然后利用机器将一块块的钢板压至想要的弧形，这样一块块的拼接在一起，焊接完成后就会变成一个整体了。而另一边的员工则在设计发动机舱的侧面板，他将侧面板的上方开了6个方形孔洞，当里面的铁片被按下去后，一个侧面板的通风口就完成了，并且还在上面加装了3根装饰条，这样看起来就美感了很多。其实这台车子最复杂的就是钣金工作，马丁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让一辆破旧的老车有一种定制车的样子。还没等马丁处理完，车主就迫不及待地过来检查修复进度。他对马丁的修复十分的满意，虽然最近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但90多岁的他能看到自己的老伙计越来越好，心中还是非常高兴的，真想马上看到他完成后的样子。等把车主哥俩送走后，马丁团队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赶工当中。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喷漆阶段，因为车上很多地方都是他们重新制作的，所以打磨起来还是很费时的，很多地方都要进行细心的打磨，让每一处地方都变得平滑平整。而车厂还为车子重新定做了个底盘，这个工作和打磨工作是同步进行的，这样会让工期大大的缩短，并且还两不耽误。等车壳被彻底的打磨好后，就被运到了喷漆房，员工先在上面喷了一层灰色的底漆，然后就在工作室调制了一桶古铜色的面漆。当车漆喷到车上时，闪闪的古铜色透露着沉稳的气息。而另一边的员工也在加紧的组装着发动机，这是一台8缸648匹马力的发动机，是马丁精心为这台哈德逊准备的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引擎安装了上去，可这时马丁却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就在昨晚车主迪安去世了。他没有等到这台车子完成的那一天，这也许是迪安·霍克这位老人心中的遗憾，但这辆车会一直代替他陪伴自己的家人走下去。虽然大家的内心都很沉重，但这台车还是要继续完成下去。现在已经到了组装的阶段，众人将喷好的车壳抬到了底盘上，接着把车厢也安装了上去。这时这台车子也慢慢的有了车的样子，看着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流畅的线条和渐变的车漆都让这台车处处彰显的高贵。这都是每位员工尽心工作的结果，让他们心里欣喜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如果迪安·霍克能等到这一刻，那我相信他也会非常喜欢的。这时员工们准备第一次的打火尝试，没想到竟然失败了。一台新的机器怎么会启动不成功呢？这让众人很是费解。经过了师傅1夜的努力，终于发现交叉电路中出现故障，维修好后一次就启动成功了。声浪听起来也非常的好，没有任何的杂音。当员工把车子的车头安装上去后，这台1936年的哈德逊卡车就修复完成了。车子看起来十分的漂亮，和之前的破旧的卡车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这让迪安·霍克的弟弟十分的喜欢，他相信哥哥要是能看到这一幕的话，也会彻底坠入爱河的。他会将这台车子当成传家宝传下去，就像哥哥一直都陪伴在家人的身边一样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